索马里海域海盗猖獗，他们荷枪实弹，肆意掠夺过往船只。中国商船广东号经过海域时也没能幸免，船员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。交火中，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，其余全部沦为俘虏。收到求救后，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派出蛟龙突击队登船解救人质。3小队人马顺利登船，并摸清了船上的情况。队长杨锐率领的一队由综合素质极高的精锐组成，是本片主要展现的作战小队。广东号即将驶入他国领海，蛟龙突击队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队长杨锐冷静布控，小队成员分4路进攻，所有人员均已就位。一声令下，行动开始。狙击手罗兴和他的观察手李董乘坐直升飞机击倒1名海岛。几乎同时，杨锐和机枪手佟立带人冲进驾驶室，成功解救人质。副队长徐宏带领的爆破小队则对船舱底部的海盗发起突袭，炸掉液压机让船停下。行动顺利收尾时，杨锐被告知枪杀船员的海盗乘小艇逃走。罗兴主动提出追击海盗，在进入他国海域前顺利截停该海盗，却被对方前来接应的同伙击中。罗兴被送上临沂舰救治，经过抢救后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却因为被打穿脊柱神经造成瘫痪。杨锐十分自责，后悔不该批准罗兴的行动。舰长高云劝他不要有太重的包袱，战场就是如此，每个军人都应该清楚他们背负的责任和风险。镜头来到摩洛哥，夏南是一名华人战地记者，助手将搜集来的一沓资料交给他，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叫威廉的伊维亚能源公司主管。此人利用职务之便倒卖一种被称为黄丙的核原料。据线人传回的消息，威廉最近还拿到了制造核污染炸弹的技术。如今伊维亚局势紧张，内乱不断，这种毁灭性极大的武器难免成为各家争夺的东西。夏南已经盯了威廉很久，他不顾主编阻拦，打算前往伊维亚深入调查，哪怕已经被恐怖分子盯上，也无法阻挡他接近真相的镜头。5天后，返程的舰队收到外交部传来的紧急消息，伊维亚发生军事政变，叛军沙拉夫获得恐怖组织头目扎卡支持，对政府军发起多次袭击。中央军委命令临沂舰即可前往撤离滞留的侨民，任务性质特殊，他们只能以小分队作战，且无法携带大量弹药。集合准备时，机枪手石头从队员合照中拿走一张新型的大头照，出门便和同为机枪手的佟立撞到了一起，这里也埋下了一条隐晦的感情线。替补罗兴的狙击手顾顺也赶到，大家都对他早有耳闻，据说是个很拽的年轻人。另一边，夏南和助手已经到了伊维亚，蹲在威廉能源公司附近准备守株待兔。此时威廉公司所有员工都在等政府军带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方，其中有个叫邓梅的中国员工负责和领事馆直接联系。临沂舰很快抵达伊维亚奥哈法港口，第一批侨民顺利登舰。这时伊维亚总统遇袭负伤，向我外交部发出请求，出于外交原则，上级命令临沂舰保护其家人安全撤离。临沂舰又接一个副本任务。与此同时，驻伊领事何清流和最后一批侨民撤离时遭到袭击，被叛军逼入交战区。收到求救电话后，杨锐率领蛟龙突击队展开了营救任务。目标工厂无法接近，杨锐很快便部署了作战计划。队员们紧张有序地展开行动，明确各自任务的同时英勇作战。一番激烈的交火后，成功找到人质并带出。撤退途中遭遇反叛军安排的平民人肉炸弹，徐宏在队友的火力掩护下成功拆解炸弹，带着侨民们撤离交战区。另一边，威廉和能源公司的员工没有等来政府兵，等来了扎卡的恐怖武装。邓梅一行被挟持，夏南急中生智逃了出来，将自己的手机扔在了扎卡组织的车上，并第一时间拨打了外交求救电话。蛟龙突击队再添新任务，舰长高云传达了指令，要求杨锐在附近的集合点等待当地政府军补给，务必完成营救中国公民邓梅的任务。刚刚脱离战斗的一行人在等待政府军时，终于有了喘息机会。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，窥探和平是多么可贵，生在一个强大安定的国家又是多么幸运。石头出任务时也不忘带一兜糖，小时候他调皮，总是被妈妈打一顿再给颗糖吃，后来慢慢觉得吃了糖就不怕疼。夏南的手机信号在一个叫巴塞姆的小镇消失，我军分析这里应该就是扎卡的大本营。高云马上通知杨锐，告诉他政府军的直升机来不了，他们需要驱车赶往70公里外的集合点，和政府军会合一起营救邓梅。杨锐一行要深入敌人后方，但他们却没有准确的情报，这是一场硬仗，每个人都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。与此同时，扎卡组织试图用邓梅威胁海军交出总统的家属，其嚣张程度可见一斑。杨锐一行和政府军会合，并找到了夏南，继续前进途中遭到叛军重火力袭击，一车平民被迫机炮炸得面目全非，现场惨不忍睹。饶是见过大场面的蛟龙突击队也不免心底震颤。杨锐确定队员安全后，马上排兵布阵准备反击，队员们也迅速响应，各自到位。石头和佟立作为机枪手负责火力压制，其他人也各司其职，找出还能用的装备，同时确认反叛军方位信息，尽最大努力援助受伤平民。杨锐发现对方的人马中有一个狙击手，
这无疑增加了作战难度。顾顺和李董迅速接近敌方阵营，一个解决迫击炮阵地，另一个则负责找出狙击手位置。这场狙击手之间的对决十分精彩，双方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，最后以成功拔掉敌人迫击炮阵地，打掉狙击手一只耳朵的战绩暂时取得优势。这时，巴士里的炮弹爆炸，巨大威力掀起的尘土直接将附近的杨锐、徐红和夏楠掩来。好在其余队员反应很快，从土里挖出了差点被活埋的几人。突击小队目前全员安全，但他们离目的地还有80公里，装备也悉数被破坏。就算救出邓梅，可能也无法在军舰离港前赶到。高云不断联系当地政府兵，对方表示只能提供目标位置60公里的一个支援点，两地之间的路程凶险万分。高云嘱咐撤离时要万分小心。战场的残酷让所有人心有余悸，尽管他们曾经过最严苛的训练，在目睹尸山血海时还是久久无法平静。小队很快到达巴塞姆，勘探敌情后将情况汇报给了军舰。高云告诉杨锐，唯一的支援就是撤离时政府军可以安排直升机协助，但时间并不确定，敌我人数悬殊。杨锐深思熟虑后决定在护送邓梅原路返回后救下所有人质。杨锐开始争分夺秒排兵布阵，让石头和佟丽伪装成恐怖分子进入人质营，之后在李代桃江把邓梅换出来。夏楠提出自己可以去换邓梅，杨锐当场拒绝，但夏楠心意已决。与此同时，恐怖分子的二把手从威廉口中逼问出了黄炳的位置，二把手马上动身前往目的地。蛟龙突击队的行动也迅速展开，杨锐几人顺利进入人质营，夏楠也不顾杨锐命令，代替佟丽去换邓梅。这时候，在外围负责通讯设备的庄宇被恐怖分子发现，收到消息的二把手命人处决邓梅，并对我国军舰发起攻击。本事大不大不知道，口气确实挺大，打脸来得很快。察觉到恐怖分子意图的高云马上下令全舰进入一级战斗部署，瞬息之间便解决了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恐怖分子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外国人分不清外国人长相的定律，夏楠被当作邓梅押走处决。陆世平时小头目才发现人不对，此时杨锐也潜入了审讯室，示意夏楠后迅速开枪干掉了屋里的恐怖分子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，佟丽和石头带着邓梅离开人质营，途中车胎却意外被扎破，发现轮胎漏气的恐怖分子将车拦下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紧接着枪声响起，战斗一触即发，敌人火力凶猛。佟丽在石头的掩护下，带着邓梅和一个小女孩躲进了一旁的废车场，并把身上的防弹衣扔给了两人。广场上的形势不容乐观，佟丽打到后面没了子弹就拔出匕首，杨锐则带着夏楠一边艰难对抗楼内的敌人，一边思考安全撤退的方法。夏楠无意中看到了威廉供出的27吨黄炳位置。与此同时，顾顺和李董又对上了一只耳。通讯中断，李董只能冒着被狙击的风险开枪为顾顺提示目标。众人处境凶险，徐红抢了辆坦克挽回一点局势，为众人打开一个突破口。佟丽几人带着邓梅撤离开，庄宇在解救人质时和敌人同归于尽，此前还拼尽全力恢复通讯。佟丽几人撤退时再遭袭击，石头脸颊中弹，血肉模糊。他把自己的防弹衣托给了邓梅，里面夹着和佟丽的照片。陆琛在朝窗外扔手雷时被炸断了胳膊，他嘶吼着给自己止血。石头也在阻击敌人时被击中颈动脉，佟丽崩溃万分，从怀里掏出石头给他的糖，颤抖着手拨开糖纸，把糖喂给了石头。石头最终还是死在了佟丽怀中。顾顺和李董赶来支援，一番激战后，带着佟丽几人成功撤离。另一边，杨锐和徐红以及夏楠开着坦克突出重围，身后恐怖分子紧追不舍，他们只能冲进席卷而来的沙尘暴中，借此和敌人周旋。坦克很快被打得无法行动，三人只能下车寻找敌人方位并进行打击。徐红和夏楠先后被击倒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军派出的无人轰炸机救了3人，蛟龙小队顺利完成任务，但却永远的失去了2名战友。当地政府军前来接应，但他们只能提供1架直升机，也无暇顾及黄炳一事。小队和军舰失去了联系，杨锐和队员们说明了情况，众人打算一同前往解除黄炳危机。4人很快达到目标地，顾顺和李董迅速拔掉了控制台。恐怖组织和叛军在这里会面，双方因为黄炳和脏弹资料起了冲突，4人也趁机加入混战。杨锐挟持恐怖组织2把手的时候，佟丽也意外被抓，顾顺受伤。双方对峙时，李董拿起了狙击枪，成功击毙挟持佟丽的恐怖分子。2把手为了让同伙拿到黄炳，选择自杀。杨锐瞬间成了众矢之的，佟丽一颗防空导弹击落了敌人的直升机，叛军很快追来，4人控制了运送黄炳的飞机，成功逃出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。临沂舰上，全体官兵为牺牲的同志送行，对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勇者无惧，强者无敌。我们的民族因为有这些负重前行的英雄儿女而强大。